欢迎观看老爸的时光。今天分享一款海苔肉松小贝。那这款糕点我也不做太多的介绍了，大家肯定都吃过，而且还特别的喜欢。那好了，话不多说，我们接下来就来开始分享制作。首先就是要准备肉松了，根据自己喜欢的口味准备大概300克。接着准备白芝麻或者是黑芝麻，要熟的，大概50克。最后准备海苔，海苔准备的是这种大片的，超市买来的，大概准备3片，当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进行加减。准备好的海苔需要处理一下，用刀把海苔切碎。切碎的海苔和刚才的材料混合在一起，混合均匀，这样前期的材料就准备好了。接着来制作胚子，准备6个鸡蛋，然后取来3个碗，稍微大一点的碗，其中一个碗中先加入60克的食用油，然后再加入80克的纯牛奶，把这一份材料放在一旁备用。好了，接着把6个鸡蛋、蛋清和蛋黄分离，蛋黄放在一个稍微小一点的碗中，蛋清放在一个稍微大一点的碗中。取过来80克的白砂糖，在这个蛋黄当中加入大概有30克，剩余50克。接着取来打蛋器打发蛋黄，打蛋器先开低速让白糖融化，然后再开高速打发蛋黄。鸡蛋黄相比蛋白是很难打发的，我们要持续打发，把这个蛋黄打发至发白。打蛋器在打发好的蛋黄中拿出来，就像很粘稠的这样的酸奶糊往下流的状态就打发好了。打发好的蛋黄也放在一旁，接下来立马来打发蛋清，把刚才剩余的50克的白砂糖全部加入到蛋清里面。紧接着蛋白里面要加入几滴的白醋，或者是几滴的柠檬汁，或者是少许的塔塔粉。接着取来打蛋器，同样是先开低速把白糖融化，蛋白打出大气泡之后立马开高速持续的打发。大家一定要注意，在打发蛋白的时候，这个打蛋器一定要清洗干净再打发蛋白。如果有一点蛋黄混入到蛋白里面，蛋白就打发不起来了。把蛋白持续打发到中性发泡，打蛋器在这个蛋白里拿出来，带这种弯钩状就打发好了。经常看视频的伙伴们肯定已经非常有经验了。接着就是要把所有的材料混合在一起，这里材料比较多，这一步需要快一点。首先把打发好的蛋黄混入到蛋白里面，用抄底翻拌的方式把2种材料混合好，尽量控制在1分钟以内，时间不宜过长。混合好之后要加入面粉120克，面粉要过筛之后添加进去。做这款蛋糕优先选择低筋粉，中筋粉也可以，但是不能用高筋粉。面粉添加进去之后，同样用抄底翻拌的方式把材料混合均匀，同样是时间不要过长，算上添加面粉的时间也就在1分钟以内。混合好之后取过来刚才准备好的油和牛奶，把刚才混合好的材料取出来1/4添加进去，然后同样是快速的把它混合好。最后这几步一直在混合材料，混合了4次，在混合的时候一定要快且均匀。最后一次混合要把2份材料混合在一起，然后用同样的方式把它混合均匀，包括中间的倒材料、拿取材料、筛面粉，一共持续了3分50秒。这个时间只是想让大家做一个参考，在混合材料的时候尽快去完成。材料混合好之后取过来烤盘，烤盘的尺寸是40公分乘28公分，烤盘记得铺上烤盘纸，然后把材料迅速的倒进烤盘里，然后迅速的找平送入烤箱。烤的时候烤箱需要提前预热10分钟，所以我们在制作的时候和升温的时候要卡一下这个时间点。烤箱的温度设定是上火170度，下火170度，放在烤箱的中层烤15到18分钟。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烤盘的尺寸和我提供的烤盘的尺寸适当的加减材料。胚子烤好之后取出来，在桌子上轻震2下，然后就把它放在这里放凉。放凉之后取来一张新的油纸，辅助一下，把底部的油脂给它撕掉。那胚子就做好了，接下来就来开始制作肉松小贝了。取过来这种圆形的模具，根据自己想做的大小去选择，然后把这个材料挨个的扣成这种小圆形的蛋糕。这一步为了拍摄视频做出来好看，做成了圆形。
会剩余大量的边角料。如果自己在家里来做的话，完全可以给它切成小块的正方形。最后这一步啊就简单很多了，取过来少许的沙拉酱，或者是自己喜欢吃的果酱，四周抹上沙拉酱之后，沾上厚厚的一层调制好的肉松。那到这里，这款肉松小贝就做好了，自己来制作一盘，全家人啊都吃不了。好了，那这期视频啊也就分享到这里了。大家如果喜欢老爸做的美食，一定要帮忙关注，点个赞，谢谢大家。为了方便大家去记视频中所需要的材料和时间点，也备注在了视频下方的备注栏。